如果有一天，本该保护孩子的警察亲手把毒品递到了你的孩子面前，你能想象吗？2026年4月，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判了一个案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了完成单位下达的查处任务，和社会人员合谋，哄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有毒品的电子烟，再亲自带队上门查获他们，给自己制造虚假破案战绩。6个孩子，最大的17、8岁，最小的可能才刚满16。他们以为只是抽了口普通的电子烟，却被永远贴上吸毒人员的标签。始作俑者不是毒贩，而是穿着警服的副所长。今天就请您跟随小薇一起去了解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马某案发时是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分管涉毒案件查处工作。时间回到2024年1月，年底考核将至，上面有量化指标要完成，一年必须查获多少名吸毒人员，破获多少起涉毒案件，和绩效、评优、晋升直接挂钩。这种压力，基层民警多少能理解，但理解不代表可以作恶。正常办案太难了，线索少，取证难，风险高，但制造案件就简单多了。马某找到社会人员徐某，两人一拍即合，策划了一场自导自演的钓鱼大戏。第一，找猎物。徐某通过他人专门联系未成年人。为什么选孩子？因为他们辨别能力差，容易哄骗，不敢反抗。很快，6名未成年人被召集到一起，都是在校学生或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第二，喂毒药。马某利用职务之便，弄到了含有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依托米酯在2023年10月已被国家列入第2类精神药品目录，具有很强的致幻性和成瘾性，非法吸食就是吸毒。马某把这支电子烟交给徐某，带到一家宾馆房间，哄骗孩子们吸食。徐某告诉他们，这就是普通的电子烟，口味很特别。孩子们涉世未深，每人都吸了几口。第三，收战果。等孩子们吸食完毕，徐某立即通知马某，马某亲自带队，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带着执法记录仪，准时赶到宾馆房间，将6名未成年人当场查获，拍照取证做笔录，动作行云流水，仿佛真的破获了一起重大涉毒案件。事后，马某把这个案件上报，成功完成了当月的查处指标。他用6个孩子的人生换来了表扬和政绩。而那6名未成年人在宾馆被带走时，恐惧、无助、绝望，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等待他们的是派出所的讯问、违法记录，以及可能一辈子也摆脱不掉的心理阴影。这场荒唐的执法闹剧发生在2024年1月，但直到2026年4月，南京市六合区法院一审宣判，事情才彻底曝光。为什么长达2年才水落石出？其实马某的完美计划并不完美。据法院判决书披露，案发后6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一直觉得事情不对劲儿，孩子从来没碰过毒品，怎么突然在宾馆集体吸毒？而且警察来的也太准时了。家长们没有放弃，坚持申诉举报，加上马某在其他案件中的反常行为逐渐暴露，相关部门终于启动调查。随着调查深入，真相浮出水面。涉毒线索是马某自己编造的，毒电子烟是马某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的，精准查获是和徐某等人提前串通的。涉毒案件从头到尾是马某一手策划、亲手制造的。2026年4月，六合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名参与作案的社会人员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4年不等。判决一出，舆论瞬间炸锅。钓鱼还要下饵，他下了毒饵。这是网友在新闻下面最热的一条留言。舆论的愤怒是共通的，最该保护孩子的人却伤孩子最深。警察，特别是分管禁毒的警察，本应是毒品的天敌，可马某却穿着警服，干着比毒贩更恶劣的事儿。毒贩为了钱，他是为了完成任务，刷政绩，往上爬。
这种背叛击碎了公众对执法者的信任。更让人心疼的是那6个孩子，他们10几岁，因为单纯好骗，就被当成了完成 KPI 的工具。一口含毒的电子烟伤害的不仅是身体，被警察当众抓获，留下违法记录，未来升学、就业、参军都会被这个标签困住。一个吸毒人员的标签足以压垮一个孩子的一生。马某被判了5年，毁掉6个孩子的一生，换5年牢狱。很多网友觉得判得太轻了。在法律上，欺骗未成年人吸毒属于情节严重，量刑区间在3年以上7年以下。5年在这个区间内并非过轻，但从情感上讲，大家总觉得5年还是判得太轻了。再理性的追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做？一个派出所的涉毒案件考核指标合理吗？事实上，这种为指标办案的荒唐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2001年，甘肃临洮发生了一起至今仍令人心惊的冤案。县公安副局长和缉毒队长为了制造特大缉毒战果，与社会人员合谋，将少量海洛因掺入石灰加工，制造了查获数公斤毒品的假象。他们将毒品塞进一辆大货车，由警方现场截获。无辜的司机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在最终翻案后才重获自由。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临洮特大贩毒冤案。2017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农垦公安分局局长李某因为局里查获的吸毒人员少，在黑龙江垦区公安系统排名靠后，多次受到领导批评，暗示干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完成指标。部分干警通过给好处费的方式，让老百姓冒充吸毒人员，编造吸毒案件26件。最终，李某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回到马某案，有人说考核机制出了问题，这话有一定道理。考核指标一刀切，上级层层加码，基层完不成就造假。但是考核再不合理，也不能成为把毒品亲手递到孩子手里的理由。再精妙的考核指标也量化不了良知，再大的压力也不能成为触碰法律底线的借口。一个地方的毒品治理成效，不在查处了多少人，而在于有多少人免于毒品的侵害。讲完这起案子，小薇还想跟大家多聊几句。首先是给孩子一句有用的提醒，这个案子里的毒品是含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从2023年10月起已被列管，外表和普通电子烟几乎一样，青少年容易被抽着玩玩诱惑。如果您家有10几岁的孩子，可以坦然地和他说一句，外面有人递给你电子烟的话，别随便抽，有些不是真的烟。一句朴素的提醒，有时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第二，被干扰时，你是有权追问的。说实话，当一名执法人员真的下决心要害你，普通人几乎没有防御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沉默。如果你或身边的人被以涉毒名义调查，请务必追问细节。有没有完整的出警记录？执法记录仪视频能不能看？有没有违反常规的地方？合法的执法不会怕追问。第三，别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标杆。有人在短视频里看到别人打卡网红项目就想跟风，遇到有人劝诱尝试就半推半就。这个案子里，那些孩子最初也只是被一句试试嘛说服的。在涉及自己安全的事上，慢一点，问多一点，不是胆小，是清醒。第四，如果遇到不合理的要求，多问一句凭什么？马某之所以能得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们面对穿警服的人时没有追问的意识和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你觉得某个要求不对劲儿，某份协议条款不合理，某次执法过程不透明，多问一句，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能不能看一下？这不是在对抗，这是对自己负责。马某被判了5年，但这6个孩子的人生已经被那支电子烟彻底改写了。他们只是被人叫去宾馆，以为只是抽个烟，他们不知道那支烟里有依托米酯，他们更不知道几分钟后冲进来的警察会亲手在他们的档案里留下一个标签，吸毒人员。这个标签是被他们本该信赖的人贴上的。5年对马某来说是刑期，
但对6个孩子来说，是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撕掉的伤疤。制度的问题不能全算在一个人头上，但一个人犯的罪也不能被一句都是考核逼的轻轻带过。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